有人花了14亿造了一个微型地球，里面有雨林，有海洋，有农田，有动物，还有8个人住了进去，4男4女。他们想验证一件事，如果未来人类真的要长期住在月球、火星甚至更远的地方，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地球这套生态循环缩小之后再重新造出来？因为你要活下去就得不断获得能量，而人类获得的大部分能量说到底都离不开其他生命。所以想验证一个缩小版的地球，根本不是带点种子过去种菜这么简单，因为菜也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它得有土壤，有水，有微生物，有合适的空气，还得有一整套稳定的循环。说白了，人类如果真想离开地球长期活下去，带走的从来不只是几个人，你真正想带走的是一个能够不断养活生命的小世界。于是就有了这个很著名的实验，生态圈2号。它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，占地大约1.2公顷，从外面看就是一组很大的玻璃建筑，但真正夸张的不是它长什么样，而是它里面到底塞了多少东西。研究人员往里面放进了3800种生物，还硬生生拼出了好几个不同的生态区域，几乎把地球上常见的几种自然环境都浓缩进了这个系统里，外加一个人类居住区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地方在设计上几乎和外部现实世界完全隔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单纯造了一个大温室，他们是想造一个能够自己循环运转的小世界。空气要在里面循环，水要在里面循环，食物尽量自己生产，温度和湿度也得尽量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。而且人一旦进去，原则上就不能出来。如果这个系统能稳定运转，那至少说明一件事，未来人类在地外长期生存不只是停留在想象里，它是有可能摸到现实边上的。1991年9月，8名实验参与者正式进入。这些人不是随便找来的，他们的专业背景横跨生态、农业、工程、医学、营养和管理。因为这件事根本不是普通的野外生存，待几天就结束，而是要在一个和外界隔绝的小世界里硬撑2年。最开始的几个月看起来都还算正常，里面的动物和植物活得都挺好，大家也都在忙。可随着时间往后推，问题开始一层层冒出来了。到第16个月左右，谁也没想到，最先出问题的不是设备，而是空气。刚启动的时候，里面的氧气浓度和地球差不多，可随着时间往后推，氧气居然一路往下掉，掉到后来已经低到接近高海拔环境。人在里面开始变得异常疲劳，动作变慢，说话都得频繁喘气，有些人甚至连最简单的计算都开始变得吃力。他们原本是想证明人类可以靠自己复制一个能活人的世界，结果这个世界差点先把他们憋出问题。更麻烦的是，一开始大家根本不知道氧气为什么会掉，明明里面有大量植物，按理说应该能不断制造氧气才对。后来才慢慢发现，问题藏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。土壤里的微生物一直在耗氧，而建筑里大量使用的水泥又在不断吸收二氧化碳，结果就是植物所需要的二氧化碳被削弱了，微生物却还在拼命消耗氧气。这个本来想模仿地球循环的系统，最后先在最基础的呼吸上出了问题。管理方后来不得不打破规则，往里面补充氧气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所谓的封闭世界其实已经撑不住了。但比起氧气不足，更早也更遭罪的是饥饿。因为从第1年开始，他们就长期处于饥饿状态。生态圈2号里本身是有农业区，按原来的设想，里面的人应该靠自己种植大部分食物活下去，可现实根本没那么配合。当地阴雨天气影响了光照，农作物长不好，虫害又接着冒出来，最后的结果很直接，减产、缺粮、长期饥饿。2年下来，参与者平均体重下降了16%。你可以把这理解成一个本来代表未来希望的实验，最后硬是把人逼进了长期低氧和饥饿的状态。而人在这种状态下，情绪也开始出问题。8个人后来分裂成2派，关系紧张，交流越来越少。这件事其实特别能说明问题。生态系统从来不只是植物和动物，只要有人类参与，人本身也是环境中的变量。
空气、食物、体力、情绪、权力、协作，这些东西最后都会缠在一起，你很难把它们拆开来看。除了这些因素，里面那些生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一层一层往下崩。当初被带进去的大量物种，后来有相当一部分灭绝了，还有一些虽然没死绝，但功能已经没了。最典型的就是那些负责授粉的生物，蜜蜂、蝴蝶、甲虫、蜂鸟，这些维持植物繁殖的重要成员，很多都没撑住。它们一出问题，植物就算还活着，也可能不再结果。不结果，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继续繁殖和稳定供给的能力。这时候你就会发现，所谓生态圈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它不是说少一个零件，机器照样还能转，它是一环扣一环，掉一环，后面一串都会松。更讽刺的是，真正混得风生水起的，反而不是那些对人类有帮助的物种，而是蚂蚁、蟑螂这些东西。在适合的温度和稳定的食物条件下，它们没有天敌，繁殖得飞快。人以为自己在设计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，可这个世界最后更偏爱的根本不是人。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，里面有些树长得很快很高，看着生机勃勃，可后来人们发现，这些树其实很脆，甚至会自己断掉。原因居然是里面没有真正的风。在自然界里，风会逼着树木从小把自己长结实，可在这个过于温和、过于被控制的小环境里，它不需要对抗什么。于是树干不够强壮，长着长着，最后反而撑不住自己。由此可见，当一个系统太小、太顺、太可控，表面看起来稳定，实际上反而更脆弱。1993年，第一次2年实验结束，8个人出来了，但这个小地球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运转，恰恰相反，它反而证明了一件更麻烦的事。你想复制地球，根本不是复制几片树林、几块农田、几种动物那么简单。真正难复制的是那些平时看不见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循环和平衡。后来他们又做了第2次实验，调整了氧气系统，调整了农业配置，调整了管理方式，还试图让数据更透明。可第2次只撑了半年左右，也被迫终止了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，海洋系统还出现了酸化，珊瑚也出了事，再加上外部管理层本身矛盾重重，这个实验最后还是没走通。所以生态圈2号并不只是一个有钱人的科幻项目，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，它把一件很多人原本想得很简单的事，彻底暴露出了真实难度。平时大家一提月球基地，一提火星移民，第一反应往往都是火箭够不够强，飞船够不够先进，基地怎么建。可生态圈2号告诉你的是另一件更根本的事，真正难的不是把人送过去，而是你能不能把一个可循环、可维持、能长期拖住生命的系统一起带过去。因为人活着从来不是只靠一口氧气、几块食物和一个房子，你真正依赖的是背后那套大到你平时根本感觉不到的生态网络。土壤里的微生物，空气里的气体比例，植物的光合作用，昆虫的授粉，水的循环，食物链的稳定，甚至连风本身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。地球能让我们活下来，靠的就是这套复杂而漫长形成的平衡。而生态圈2号最残酷的地方是它告诉我们，也许人类能造出一个看起来像地球的地方，但还远远造不出一个真正能长期拖住生命的系统。所以人类想在地外长期生存依然还很遥远。我是老马，咱们下个宇宙见。